时隔4年，美军再度重启电磁轨道炮。在2005年，美国的电磁炮就立项了，期间也获得了不少成绩。仅5年的时间，打出了33兆焦耳的破纪录出动能，100海里的射程不是梦。结果到了2021年，美军自己不干了，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项目被搁置。现在这个项目不仅重见天日，还要搬上特朗普级战列舰。根据最新预算规划，美军计划在2028年采购首艘特朗普级。只是美军的电磁炮真的能成吗？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未来又会如何发展？美国电磁轨道炮项目的重生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海军水面战中心波特休尼米分部披露的2025财年年度回顾文件，白沙分队在2025年2月进行了一场为期3天的电磁炮实弹测试行动，名义上说是为了收集高速发射数据。但只要深入分析，大家就会发现，美国的目的绝非如此。这次测试是联合高超音速过渡办公室牵头的，说白了就是把电磁炮当成了小白鼠。现在大家都在搞高超音速军备竞赛，只是导弹这东西太贵了，而电磁炮能轻松把弹丸打到7马赫，用来模拟高超音速环境，测试电子元件在极端高温和物理冲击下的反应，主打一个高频次低成本。除了这一点，美军这也是为电磁炮上舰做准备。美国这门电磁炮可谓是命途多舛，在2005年就立项了，原理就是洛伦兹力，通过几百万安培的瞬间电流，毫秒之间把弹丸加速到几千米每秒。只是在2021年，美军把电磁炮的预算看到950万，硬生生拉进了小黑屋，原因就是缺陷太多。第一个缺点就是炮管根本受不了几万度的高温，能瞬间融化绝大多数金属，这玩意儿打个20-30发，导轨就直接报废。实际作战时，总不能打几发就换炮管吧。第二个缺点则是军舰带不动，当时的伯克级驱逐舰全舰吃奶的劲儿使出来，也就剩7.5兆瓦的电，根本喂不饱这头猛兽。唯一能带得动的朱姆沃尔特级，又因为自己主炮的弹药太贵，搞得自身难保，电磁炮连个顺风车都拿不上。第三个缺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缺钱。眼看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突飞猛进，五角大楼急了，觉得轨道炮这东西属于高风险的无底洞，不如把钱全砸给常规高超音速导弹。不过到了2025年，转机出现了。特朗普大手一挥，公布了黄金舰队核心，也就是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建造计划。如此一来，电磁炮算是彻底迎来了第二春。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艘战列舰排水量直逼3.5到4.1万吨，相当于3艘现役的伯克级。造这么大，不仅是为了躲塞导弹，最关键的是要装下一套超大杯的综合电力系统，专门给电磁武器平稳蓄能，再也不用担心一开炮全舰就拉闸停电。这种突破直接让电磁炮的连续开火成了可能。钱也不用担心，特朗普级战列舰本来就要安装电磁炮。作为新时代的战列舰，特朗普级不是2战那种只靠大炮的铁王八，主炮就是舰首那门32兆焦耳的电磁轨道炮，专门负责远端压制，拿无心动能弹丸硬砸海面目标和陆地堡垒，甚至还能用来拦截高超音速飞行器。高超音速火力方面塞了12个单元的常规即时打击系统。导弹阵列更夸张，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标准6战斧导弹、新型和长肩背巡航导弹随便装，最后还加了一层金钟罩，配置了2座300到600千瓦的高能激光器，专门用来烧毁逼近的无人机群和反舰导弹。目标定得那么大，预算肯定不会少。根据当年的消息，未来5年五角大楼将投入435亿美元用于建造特朗普级，除了首舰建造经费约170亿美元，后续第2与第3艘分别于2030与2031年采购，预计分别申请130亿美元与115亿美元。有了钱，电磁炮上舰就不是说说而已了，这是能改变海战格局的武器。在现代海战里，电磁炮不是为了抢导弹的饭碗，而是为了给导弹擦屁股的，解决导弹太少、太贵、不够用的尴尬。电磁炮的优势就3个字：快、多、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轨道炮打出去的铁疙瘩能飙到7马赫，等敌方雷达有反应了，炮弹已经砸头上了，主打一个送货上门。还有就是多，轨道炮的弹丸大概长45厘米，重11公斤，不需要笨重的发射药包，军舰肚子里随便一塞就是几千发，反观垂发塞满也就128发导弹，打完就得回家补给。有了电磁炮，特朗普级战列舰可以在海上表演什么叫持久战。最核心的还得是省钱，导弹防御在经济上根本耗不起，但电磁炮不一样，一发弹丸预估也就2万到8万美元，完美实现以低打低。而且军舰肚子里装的全是多型金属块，再不怕被别人一发入魂，把自家的弹药库给点燃熏爆了。当然，这玩意儿的劣势也很明显，腿太短了，150到400公里的射程看着挺唬人，
但真要在上千公里外玩超视距海战，还是战斧好用。还有就是脑震荡问题，导弹在发射瞬间要承受35000个 G 的加速度，什么高精尖的电子制导元件，分分钟震成渣渣。要是没法精确制导，在远距离打移动的军舰就只能靠运气了。最后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炮管磨损。当然，有了钱，后面的问题都能解决。美国暂停研究的这几年，在电磁炮这个领域已经有其他国家弯道超车了，特别是日本，先从小口径5兆焦耳开始联手，2023年完成了海上首射，到了2025年夏天，直接把退役拖轮拉出来当靶子，真刀真枪开干，初速度干到了7.35马赫，还证明了导轨连打120发甚至200发都不拉胯。日本计划在2027年左右搞出20兆焦耳的实战版，搬上宙斯盾驱逐舰。除了日本，土耳其也搞出了10兆焦耳的型号，能打50公里，准备装在防空驱逐舰上当铁穹用。欧洲那帮人也没闲着，打算搞个射程200公里的。这些国家能搞出来这些，美国也可以，只是要花点时间与钱而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未来这个电磁炮能不能装在特朗普级上，火力军也说不准。毕竟特朗普级的未来没人能确定。2025年12月，美国画了一张史诗级的大饼，名字叫做黄金舰队计划，其中的 C 位就是特朗普级战列舰。根据最新消息，美军打算在2028年正式掏钱买下首舰。进度那么快，美国其实也不想，但环境不允许。2024年，美军舰艇才296艘，到了2027年，甚至还要跌到280艘的战后最低谷。想要大国竞争，这个数字不太够。既然拼数量拼不过，那就用单舰的绝对碾压优势来抵消对手的数量红利。于是，特朗普级的采购速度就提升了。除了这一点，美国海军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大船不够用。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眼看就要排队退役，被拉去拆解了。这帮老家伙一走，美军舰队的防空指挥能力和大型导弹库立马就露出了一个大窟窿。现在的伯克级3型虽然也是个精壮小伙，但船体吨位就那么大，潜力已经被榨干了。想往上面硬塞海基高传速导弹，想装超大功率定向能激光武器，根本塞不进去。靠中小型舰艇拆东墙补西墙虽然是一个办法，也符合海战环境，但想要发展高科技武器，小船顶不住。所以排水量只比3万到4万吨的特朗普级就成了全村最后的希望。实际作战时，特朗普级与福特级在海战哲学上走的完全是两个极端。特朗普级主打一个重装刺客加全能堡垒，优势很明显，皮糙肉厚，极度抗揍。这艘巨舰全钢结构，不用那些脆皮的铝合金，套上一层又一层的分层防御系统，为的就是在高危海域硬扛对手的第一波狂轰滥炸。在作战时，特朗普级也能单飞，航母出行周围得带一圈驱逐舰、护卫舰，不然分分钟被人摸到眼前一套带走。但特朗普级是个自给自足的独狼，他自己就是打击群核心，直接单枪匹马开到伊朗或俄罗斯家门口去搞威慑，不用动用一整个航母编队的资源。二者的作战速度也不一样，特朗普级的高超音速导弹几分钟就能跨越几千公里把目标干碎。反观航母呢，飞机也得挂弹，弹射得排队，遇到个恶劣天气还得集体干瞪眼。打那种稍纵即逝的时间敏感目标，航母的火力投射速度连特朗普级的尾灯都看不见。相比之下，航母的核心价值在于持久的制空权。福特号一天保持160到270架次的高强度起降，只要油和弹药够，能靠飞机把对手活活耗死，这是战列舰没法比的。而且舰载机是个万金油，预警机提供超大范围的上敌视野，电子战机能当法师沉没对面的雷达，反潜机能把海里的潜艇揪出来。所以说，特朗普级虽然防空反舰强无敌，但它终究缺少航母那种大范围的作战能力。可以说，特朗普级与福特号互补。只是就跟上面说的那样，项目能不能顺利执行不好说，实在是太贵了。按照特朗普的想法，特朗普级首舰造价17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咱们拿伯克级比一比，伯克级最新型的 Flight 3型号，单价也就27亿美元。造一艘特朗普级的钱能买整整6艘伯克级。特朗普级每吨排水量的造价高达40万美元，而10万吨级的福特级航母每吨才13.3万，足足贵了3倍。这也没办法，按官方说法，福特号光是买硬件就花了大约133亿美元。但这还没完，你要是把前期的47亿研发费也算上，总账单也要加码。再看看特朗普级首舰，预测硬件采购就要164.7亿，首年研发还问国会要了8.37亿，烧钱能力不相上下。更别说这170亿还可能只是个首付。如果这艘巨兽的实际吨位往4万吨以上飘一飘，这艘舰的最终账单分分钟直奔220亿美元。这点也很正常，雷太多了。比如边想边造的技术并发症，美军之前在朱姆沃尔特级和福特级上可是吃足了这种并行工程的苦头，图纸还没画明白呢，钢板就已经接上了。特朗普级身上全是一堆还没完全整明白的实验性黑科技，
电磁炮、激光器，极度复杂的综合电力系统。只要有一项核心技术卡了壳，整个造舰周期就会崩盘。就拿电磁炮来讲，按美军的想法，2028年4月签合同，8月开始切钢板，这意味着留给海军冻结设计的时间只有3年，根本做不到。如果在白沙靶场没能把导轨寿命和火控给整明白，首批特朗普级战列舰大概率要走朱姆沃尔特级的老路。钱花得多就算了，特朗普级还没办法量产平摊成本，首批计划就造3艘，这就意味着研发费与非经常性工程费全部要算在这3艘船头上。此外，福特号服役后，美军最头疼的根本不是纸面上的钱，而是隐形成本。2008年签合同，2017年才服役。电磁弹射器和先进弹药升降机3天2头罢工，把美军折腾得死去活来，硬生生把成本干超支了30%。服役之后又花了整整5年才形成完整战斗力。美军现在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最怕的就是重蹈福特号的覆辙，花着买兰博基尼的钱，等个10来年就会带病的 PPT 战舰。以上这些还只是一部分，现在最怕的是美国下任总统把特朗普级取消，这是很有可能的。特朗普级战舰不仅是一个军事项目，更是一个政治象征。2025年11月，海军部长皮兰突然宣布取消星座级护卫舰的后续订单，理由是设计不稳定和成本失控。实际上，这一举动就是为特朗普级腾出预算空间。如果政坛发生更迭，新政府可能会以同样的理由，比如成本过高、技术风险大，取消特朗普级，转而恢复被下架的次级驱逐舰 DDG-X 项目。并且在美国海军内部也存在各种分歧，也就是分布式海上作战与集中火力派的路线之争。有人认为，在反舰导弹横行的时代，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愚蠢的，主张建造大量小型无人化舰艇。如果下任总统倾向于这种更具成本效益的分布化路线，特朗普级这种3万吨的目标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砍杀对象。为了对抗潜在的取消风险，当前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手段强化项目的生存力。通过在2027年申请10亿美元的预付款，海军试图让工业界尽早介入。一旦钢铁开始切割，供应链合同延伸到数十个选区，任何后任总统想要取消它，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只是32兆焦耳电磁炮好不容易从坟里爬出来，但炮管烧蚀问题依然是个玄学。激光器一碰上坏天气就疯狂衰减 ，CPS 高超音速导弹还在测试场里挣扎。万一这其中哪个环节掉了链子，就会上演极其尴尬的剑等枪，搞不好又是一艘朱姆沃尔特级 2.0。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压力再大，特朗普级也注定被取消。特朗普级的诞生本质上就是美国在技术优势与工业之间的梭哈。从纸面上看，它确实在电力管理和综合杀伤力上具有碾压优势，能让美国掌握海上绝对控制权。输了那就血亏，未来这3到5年就是特朗普级的生死劫。总的来说，美国这次在白沙靶场的测试绝对不是简单的技术诈尸，他们是想趁着搞高超音速的幌子，把电磁炮的场子给找回来，这样能借着特朗普级这头4万吨的巨兽，彻底解决军舰电力和空间不够的问题。那未来的海战模式绝对要迎来继大炮巨舰和航母之后的第3次大洗牌。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繁荣背后全是雷。首先就是人走茶凉的政治风险，特朗普级单舰造价逼近200亿美元，等换了届，这吞金巨兽会不会又被一刀切？轨道炮会不会再次失去载体？特朗普级能走多远？是掌握绝对制海权，还是因为承受不住财政和技术负担而遗憾落幕？我们可以静静等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特朗普级最终能不能建成？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